一些跟我比较熟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我整个摄影生涯中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用尼康的相机来进行拍摄。那我自己进入尼康的第一台相机是尼康的 D4， 然后我最后离开尼康的时候呢，使用的是 D5， 所以我在尼康的时期呢，经历了2台尼康的旗舰机。那这一次呢，就是使用到了尼康的 Z8。一握上手把的瞬间呢，我觉得就有点回到了当时刚接触到尼康第一次的感觉。我觉得尼康的相机在握感上面啊，尤其像 Z8 来说，它有一个很大的直观上的感觉，就是在手掌心的地方跟相机接触的面积很多，所以在长时间的拍摄下，我认为它的重心在控制上面呢，我觉得是非常舒适的。那这个是在其他的相机上面呢，我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各家相机其实都用过。那这一段时间呢，稍微花一点时间使用一下 Z8。虽然说今天这一支影片呢，它不会是我们在介绍 Z8 的最终版本，因为我们拿到这台相机到今天这支影片上片，其实中间时间呢就短短的1-2周的时间。那实际上有拍摄的时间呢，更是少之又少。但是呢，在今年的也许是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再晚一点，然后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完整、比较正式的 Z8 的评测。那个时候呢，我希望能够再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就是我在使用这台相机我所感受到的一切的细节。但今天呢，因为配合就是 Z8 刚上市，不免俗的，我们还是先做这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短短的1-2周的时间使用这台 Z8， 搭配上它的 kit 镜，也就是24-120 f4S 这颗镜头，那我所感受到的感受到底是什么？今天呢，一样，我们分成2个部分，一部分是由我来跟大家聊拍照的部分，一部分是由正义跟大家聊录影的部分。那我先跟大家聊一下。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我是一个已经很久一段时间没有使用尼康相机的摄影师，虽然说零星我们还是有一些评测有用到像尼康的 Z30， 用到 Z50， 然后以及呢，因为为了配合就是用一些其他厂商的镜头，然后有去借用了像尼康 Z7， 还有之前我们有跟观众借过 Z9， 短暂的使用是有的，但是呢，很长时间的使用呢，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过尼康的相机了。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3个我在设置相机上啊，一开始我先去调整的地方。那当然，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未来我们有比较完整的影片，到时候我有比较更多的新的整台相机呢，会怎么样去设置这些快捷键，我可能会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但现在呢，我觉得当你今天跟我一样，已经很久没有使用尼康相机了，或者你是今天第一次购买尼康相机，那我觉得呢，像以 Z8 来说，因为我觉得应该有不少的观众那他可能会把 Z8 搭配24-120 kit 当作是他入门的第一台相机。那我会做什么样基本的设置呢？首先呢，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电子快门了，所以它没有快门帘。那你可以在选单里面呢，开启就是感光元件保护的这个功能。你打开了感光元件保护这个功能之后呢，当你关机之后呢，会有一块就是假的快门帘会盖在前面，来防止你灰尘跑进你感光元件。那当然，在你更换镜头的时候呢，它也可以避免你的感光元件呢因为触摸而受伤。所以这是第一个，我建议你拿到相机之后呢，可以去开启的东西。再来第2个是你的对焦点的控制。我们知道 Z8 后面有一个摇杆，这个摇杆的操控性很好，然后可以快速的操控。我觉得它比起过去 D4 时代的摇杆进步了不少。那你在使用这个摇杆控制的时候呢，你发现你按下去之后呢，它是对焦点是不会回到中心的，按下 OK 对焦点才回到中心，这是原厂的一开始的设置。那你可以在选单里面呢，你可以把这个功能打开来，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用单点对焦，当然这因人而异但以我的拍摄习惯，我很喜欢使用单点对焦，所以呢，当我今天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个功能开启再来呢，就是 DISP 这个功能呢，它会显示就是相机各个参数在萤幕的周边。那因为 Z8 的功能可能很多，所以呢，你按 DISP 它有很多层。那有时候呢，我会觉得这么多层其实不是那么方便，因为你不需要那么多种类型的资讯。你可以在选单里面呢，你去选择你 DISP 要显示哪几种资讯，这样你在做这个循环键的时候呢，不会按很久因为它真的很多层。那还有另外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它的 DISP 它是可以随着你相机的直幅跟横幅调整的，这一点只有在拍摄上有，在录影上是没有的。那这一点蛮特别的，就是一般来说我的参数应该都是横幅的，但是呢，它转到直幅之后呢，它的参数会跟着跳成直幅的，这一点蛮细心的，真的很不错。好，以上是3个呢，就是我一拿到这台相机呢，我建议大家可
以去调整一下的基础参数设置。那其他的部分呢？我觉得尼控相机的操作上面呢，它就一如往常的保持着尼控的传统。我的光圈快门呢，在前后的滚轮这没有问题。那现在很多 Z 环的镜头呢，它本身带有电子的光圈环，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地方来控制你的光圈环。然后呢 ，ISO 呢是在食指的这个地方，右手食指这个地方。第一次很有趣，第一次的 ISO 钮放在这个地方，那变成说它有点限制你拿相机的时候，一定要用拇指扣在这个地方来控制你的 ISO 钮。那现在 ISO 钮又回到了右上角，那你一样按下 ISO 钮，可以快速的去调整 ISO。那我认为呢，尼控这样设计呢，基本上呢，你在调整3个基本参数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一些常用的功能呢，包含像白平衡你模式转盘，然后 BKT 跟连拍都放在你的左上角，它是按钮式的，一样。尼控的相机就是你按下一个钮呢，反正你试试看，前后滚轮都可以转动。很多参数啊，你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去调整其实你按下去之后，前后滚轮都滚滚看，可能就可以调整了。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白平衡的地方。白平衡呢，如果你今天把白平衡转到 K 值的时候呢，一样你按下去，因为它预设停在 K 值那个地方，按下白平衡这个钮，直接滚动，可以直接调整 K 值。好，这点非常方便。这一台相机呢，有一个很特别的钮呢，在它的左下角前方这个地方。虽然说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尼控这么喜欢把一些按钮放在一些独特的地方。那这个钮按下去呢，可以控制你对焦的区域。那我相信，因为现在相机呢都很强调对焦性能，那 Z8 对焦性能，因为它跟 Z9 同级的，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很多 Z9 的影片，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再去你知道吗？吹捧 Z8 的对焦性能，因为它该有的那个对焦性能呢，Z9 有的它都有。那好操作的是，你只要按下左下角这个钮你一样前后滚轮可以选择你的对焦区域跟对焦类型，比如说你要 FS、FC 连续对焦或者是单次对焦，你可以按下去之后一滚就有了。那还有值得一提的部分就是，当今天进行人脸辨识的时候啊，你对上人脸在进行拍照的时候，那画面中呢会直接跳出你的左眼跟右眼，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很轻松的透过摇杆直接一拨，你就可以选择你是要拍摄左眼还是右眼这个我觉得也蛮方便的。它很明显呢会看到它2个框上中间会有一个很小小的箭头，当你在拍一些比较特写的照片的时候，大家可以再注意一下。这个我认为操作上呢是相当方便的。总之呢，以上大概就是我在使用那个尼控 Z8 呢很短暂的一些简单心得。那拍照部分这样子，那录影的部分呢，我们来听一下正义的想法是什么。其实这一次能用到 Z8 做拍摄，我自己是感觉非常兴奋，因为其实早期在你用 Z6 或者 Z7 甚至 Z30在录影的时候，其实它的规格没有那么的好，甚至你要用到它的 N-Log 或者10比特色彩，其实你都需要外录。那在当初 Z9 推出的时候，其实它全部都给你了，甚至它还提供给你 N-Roll 这个选项，所以其实它在影片拍摄上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大家也知道 ，Z9 的方块机身其实对于手持来讲还行，可是如果你要上稳定器或是做一些更严肃的拍摄，其实方块机身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目前这台 Z8 就是尼控最适合用来做专业录影的机型。现在讲一下影片参数方面，其实 Z8 跟 Z9 一样，它都可以录制 N-Raw 以及 ProRes RAW 或者是 ProRes 42 HQ 以及 H265、264这些主流的录制规格。那它在拍摄上其实可以支持到最高 8.3K 60帧的 N-Raw 拍摄。但是因为那个会需要比较高速的卡，所以其实我们因为买不起那种卡，所以呢，我们只能拿 SD 卡来做录制。但是它其实 SD 卡在 Z8 上面，你也可以做很多样的格式的拍摄，包含了 H265 的 8K 30帧或者 4K 120帧，其实用 SD 卡都是可以做拍摄的。甚至其实你想要用 SD 卡来拍摄 ProRes 422 HQ 也是可以的，只是如果你卡数不够的话，其实它拍几秒钟就会断掉。那我其实也稍微对比了一下 ProRes 以及 H265 所拍出来的画质的差异，其实说实话真的看不出来。所以其实如果就以实用性而言的话，其实录制 H265 的就可以了。然后在影片规格选择上呢，其实除了 SDR 以及 N-Log 以外呢，这次 Z8 还加入了 HDR 的拍摄，它可以让你直接在前期就可以拍摄 HDR 的影片。那这样对于如果你后置想要直接做成 HDR 影片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对于一般拍摄来讲，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使用 N-Log。虽然 N-Log 在我自己看来，它不是一条很好的曲线，包含了它可能会有蓝色溢出的问题啊，或者是动态范围不够的问题啊。我其实很建议尼控可以再重新设计一条专属于 Z8 跟 Z9， 因为它其实性能非常的强。那你有一条新的开发的曲线，可以更好去释放它在于影片录影上的一个性能。
然后这一次 Z8，因为它的像素非常高，它除了可以拍摄 8K 以外，它也可以超彩拍到 4K， 所以其实你在拍摄 8K 以及 4K 的画质表现上没有特别大的差异。然后在夜景的表现上，说实话，其实这一次的 Z8 有超出我的预期，因为通常以往我们来看高像素的机型，其实它在拍摄夜景的表现上都不是那么的优秀。但是 Z8 这一次，当你把 ISO 调整到4000的时候呢，它其实有一点像是打开了它的第2档 ISO 的感觉，所以其实你在4000的 ISO 情况下拍摄，会比上一档3200的时候会画质来得好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即便是你在夜景的表现上，你如果只使用像我们现在使用的24120这一支 F4 的光圈，它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夜景表现。其实说实话，整体的这一次使用下来，我自己是觉得 Z8 你挑不太出它什么缺点，因为其实它该给你的都给你了，传感器的读出速度也很快，然后它的颜色表现也不错，该录制的内录的规格也全部都给你了。说实话，真的你在拍摄上你能用到的功能它也都给你了，你很难去说它可能哪方面的性能不足。我觉得唯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可能就是它的续航吧，因为它可能要能够记录这么大量的数据，它其实耗电以及发热量都非常大，所以相对于 Z8 来讲，我觉得电池可能是它一个唯一小小不足的地方。但说实话，它其实就是目前综合性能最强，在拍摄动态影片上面的一台相机了。其实我很期待尼控它能推出一台可能更偏向是专门用来录影的机型，因为它其实性能什么你都已经达标了，但是本身的外观设计以及它的使用操控习惯啊，这些其实都还是以平面拍照为主，包含像是 Z9 的垂直手把的这些，都是更偏向平面拍照需求的。那尼控是不是可以基于 Z8 的性能上面做一台尼控的电影机？其实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地方。OK， 总之基于以上2个部分呢，不知道大家对于拍照跟录影的部分呢，是不是有些初步的认知？那我相信Z8 这台相机呢，如果你本身是尼控用户，一定相当期待。如果你不是尼控用户，我自己知道，就是我们的观众啊，在我们直播上开箱 Z8 那一天整个聊天室炸锅了。我相信很多人其实都很期待，就是 Z8 的出现。我觉得啦，尼控的相机啊，虽然它有没有缺点？有的，它的重量的确还是比较重一点。然后呢，它电池续航力呢，拍照上面的那个续航力是大概我用起来目前大概600到800张差不多。那我自己呢多准备了3-4颗电池。那但是因为它电池体积也还好，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比较大量拍摄需求的话，它毕竟不像 Z9 那种大电池，可以非常非常强力的续航。那记忆卡不对称卡槽的部分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有利有弊的部分。我认为在拍照上面其实 SD 卡写入速度是够的。那录影的部分呢，大家也听得到阵营的讲法。那唯一的劣势就是，我觉得啦，因为那个 CF Express B 对我来说还是偏贵一点点。那以我的使用上来说呢，我认为我会把 CF Express B 当作是备份的卡槽。虽然说它比较快，你拿 SD 卡当成主卡槽很奇怪，但是以拍照来说，如果没有大量连拍需求的话，4300万画素，其实一般 SD 卡写入速度是够的。那你就可以买一张 CF Express B 当作是备份卡槽，那它就是写入 JPG 档，那可以写入很大量的档案，你就不需要一直去换那张卡片。所以我觉得依照每个人使用需求呢，可能可以去调整一下你使用的方向。总之，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于那个 Z8 的介绍。后续呢，我们还会再做一支比较长的影片比较完整的影片跟大家分享。但那支影片呢，就会放到了可能好几个月后，也希望到时候呢，大家还是可以期待。我们到时候会去一些比较厉害的地方，好好的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拍摄 Z8 能够带来的效果。OK， 总之这样，那我说 OK， 那我是到此，那刚刚分享的阵营，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大家拜拜。